2024年1月7日，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完成了大桥5号塔墩钻孔桩的设施施工。伴随着最后的混凝土浇灌完毕，如今的大桥工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那这座具有世界之最头衔的大桥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我们在施工时都遇到了哪些困难？这里是知识 TNT。西后门公铁两用跨海大桥连接了舟山市的金塘岛以及侧子岛，主要工程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永州高速公路铁路的同期共用。作为跨海大桥，西后门大桥的长度接近3000多米，横面宽距也会在70米左右。为了保证大桥的施工顺利以及使用便利，在主桥的设计方面，我国采用了最稳定的双线铁路规划。2022年10月31日，西后门大桥的建设工程正式进入到了动工阶段。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我们使用到了5号墩自浮式钻孔平台，这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桥墩钻孔平台。通过专门的基础设施，我们完成了对桥墩以及桥桩的浇筑，这也为大桥后期的水下工程打下了基础。2023年8月6日，西后门大桥正式开始了对水下区域的施工，而这也标志着大桥工程进入到了全面动工的新阶段之中。这样一座跨海两用大桥，我们在设计之初对它抱有哪些预期呢？其实，首先我们想要实现的就是对浙江1小时通行圈的建设，其次是为了让舟山以及宁波发挥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本省的经济发展。此外，我们也是想通过逐渐完善的交通网，带动近海的旅游业发展。可以说，西后门公铁两用跨海大桥承载着社会多层面的期许。不过，也正是因为它满载希望，所以想要实现大桥的顺利完工，其实也并非易事。中国世界最大跨海大桥取得新突破，还有多久能完工？汹涌的潮流、频繁的通船、复杂的海底地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大桥的建设计划。如果仔细观察大桥的地理位置，我们不难发现，建设工程其实大都处在舟山群岛附近。可是由于群岛附近的环境具有风急、海浪汹涌、水流漩涡多的特点，所以就很容易对大桥工程形成磨损。因此，对大桥的选材方面就得制定严格的选用标准。此外，西后门大桥作为跨海大桥，桥下的海域会通行各种吨级轮船，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建造大桥时，我们还需要兼顾船舶的通行需求。不仅如此，由于海底的地质地貌也非常复杂，并且西后门大桥还要同时承载高铁以及汽车的通行，所以大桥的施工难度将前所未有的高。而当这些难点一起作用到架桥的工程建设上时，形成的困难也将会是层层叠加的。比如最近浇筑成功的5号主塔墩钻孔桩，直径达到了6.3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钻孔桩，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随着钻孔桩的不断打墩打桩，大桥的底部也就具有了可以对抗海洋波流的安稳性能。与此同时，钻孔桩的最大直径也为后续的施工降低了工程难度。钻孔桩技术上的突破，使我们有了足够的底气，在不久的将来面对更为恶劣的跨海工程。其实，除了世界级大直径的钻孔打桩技术外，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实现了技术的改善。比如在架桥工程中，我们就实现了对水化热控制、桩体的声波检测等方面的技术开发。此外，为了增加大桥的抗风能力，我们也使用了3箱分离式钢箱梁结构。不仅如此，我们还采用了悬索协作体系的大桥设计方案，保障了大桥施工的安稳性。总而言之，西后门公铁两用跨海大桥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技术层面可供突破的空间。西后门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取得新进展，将突破世界难题。大费周章的工程不只是为了实现大桥两地的通行便利，让省内的货物运输、游客观光更为便捷，增加国际的跨海大桥订单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西后门大桥的建设目标，从长远来看，会在国际以及国内形成2种良性影响。由于西后门大桥连接了舟山以及宁波，因此对于当地来说，以往两地不通车的历史将不复存在。而且随着两地加入到浙江的交通网之中，与其他城市的交流也会得到长足的增加，这样也可以实现两地与长江经济带的合作机会增加，从而实现共赢。此外，交通通畅后，也可以为当地吸引到更多的人流量，从而可以让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提上日程，形成吸引游客、促进旅游业、吸引游客的良性发展。除了流动人员以外，交通的便利也会让当地吸引到更多的外地人才来谋求发展。
随着大桥的完工，两地的运输经济也会产生变化。由于交通更加通畅，所以临海的冷链运输、铁路快运等也会更加高效。由此再加上互联网不断上涨的发展态势，进而形成的物联网、交通网、互联网三网合作，也可以让当地的海洋产业发展更上一层楼。除了国内效益，西后门大桥其实还能够让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影响力增加。在国际上，西后门大桥的世界之最头衔早已成为了我们传向国际的一个知名名片。而世界上具有跨海大桥需求的国家不占少数，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具有和我们相同的架桥实力。因此，随着西后门大桥在未来的正式完工，我们的国际架桥订单想必也会有所增加。通过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及协助，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势必有所增长，并且也可以通过工程的交流，彰显我国的大国责任以及担当。可以说，西后门大桥虽然实现了舟山、宁波两地的交通便利，但其建造的目的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行二字就可以概括的。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